任务完成后，我拒绝脱离世界，我嫁给了裴怀。婚后第5年，我被诊出了喜脉，他喜极而泣。他素来淡漠，2次失态皆因我，京都人人皆知。他爱我如命，但我却知道他在外养了妾室，孩子都已3岁。这一回，系统问我，任务已成功，是否脱离世界？我释怀地笑了笑，是，恭喜裴侯爷，裴夫人有喜了。在太医说出这句话时，裴怀眼眶瞬间红了，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高兴得竟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完全不像在朝堂上大杀四方的裴阎王。袅袅，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。是啊，我们成婚5年了，对孩子的期盼越来越高，可越是期盼越是等不到。他是侯府独子，子嗣至关重要，却因我一句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断然拒绝内妾。他说他只爱我，即使没有孩子，他也只愿守着我活。他如此忠贞不渝，我怎会不感动？我这人最是娇气，却在这5年里，不知喝了多少苦药，扎了多少针，试过多少偏方，很疼，很苦，但我知道都是值得的。如今我们终于有了孩子，回忆往昔，我只觉得心酸，眼泪不受控制落了下来。他给我擦着眼泪，温柔极了，仿佛我是他最珍贵的宝物，碰一下就要碎了。我盯着他满含深情的眼眸，哭得浑身颤抖。我知道他的深情不是装的，他的确爱我，但他也可以瞒着我，置办外事，甚至和那个女人有了孩子，3岁了。他瞒了我整整3年，满京都的人都知道，裴侍郎爱妻如命，为妻如虎。他发誓不纳妾，便无论是谁来劝都没用。那年皇帝见裴怀久久未有子嗣，便赏赐给他几位美妾。我听闻消息，又气又委屈，但陛下所赐不敢辞，便安排下人去收拾屋子。但到了晌午，他却独自回来了，背上挨了15个板子。原是他拒绝了赏赐，陛下一是气恼，才打了他一顿。我心疼得直落泪，他却讨赏一般冲我笑。袅袅，我只要你就够了。他笑得那么好看，眼睛里仿佛盛满了星星。那一刻，我只听到我心脏乱跳的声音。他升任侍郎，公务极其繁忙，却会在回府时给我带我爱吃的梨花糕，会为我晨起描眉，会怕我在府中烦闷，他便不顾身份，为我亲手编秋千，又怕我贪玩受凉，再三嘱咐下人为我添衣，一桩桩一件件，都在一遍遍地告诉我，他爱极了我，又怎么会是假的呢？我喃喃自语，系统，你说他到底爱不爱我？系统并未回应。自从我拒绝脱离世界后，他就陷入了休眠。可我想，即使他醒着，大概也无法分析出人类感情的复杂吧。也许是思虑过度，我孕吐十分严重，短短半月就瘦了10斤。急得好脾气的裴怀也忍不住对下人、对大夫发火。后来他不知从哪里得知太后身边的一个老嬷嬷对孕吐有办法，便不顾脸面求上了太后。太后笑骂他是妻管严，却借给了他嬷嬷。他红了脸，却点头承认了这个说法，厚着脸皮带走了嬷嬷。当时在场的几个后宫娘娘啼笑皆非，不到半刻，此事传得沸沸扬扬，连我母亲登门时都笑着与我说我好福气，有裴怀这么一个顶好的郎君，如此疼爱我。袅袅，何启阁新出了芙蓉山楂酥，清爽解腻，你定会喜欢的。他小心地将糕点摆到我面前，眉眼带着笑，可我却只尝了一口便放下了，开口说道，裴郎，杏花开了，明日你陪我去香山看看吧。他笑容有一瞬变得僵硬，随即若无其事地笑道，明日下雨，山上路滑，你刚怀上身孕，还是不要四处奔波了。袅袅，你想看杏花，我陪你去杏花阁看看如何？还能喝一杯你最爱喝的杏花酒。我盯着他，试图从他的表情找出一丝心虚的破绽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他好像真的是在意我的身体，才说出的这番话。袅袅默契，等天气好了，夫君日日陪你去香山好不好？
他将我拥入怀中，温热的气息打在我的耳侧，是熟悉的沉香的香气，但我却敏锐地嗅到了一丝杏花香。裴怀今日去香山了，那里住着他的外室，他将那个女人娇养在香山楼。春意盎然时，杏花绽放于枝头，整个院子被杏花香环绕，美不胜收。哪像我，身为穿越女，却毫无斗志，甘愿被困在这四方的天里了，动弹不得。半月后，公主邀请我参加她主办的杏花宴，她素来对我好，便同意了。临要上马车时，裴怀仍然忧心忡忡地牵着我的手。袅袅，公案还没解决完，我今日没法陪你去，你可要万分小心。说着，有千叮咛万嘱咐我的婢女，要知冷知热，要添茶倒水，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，他都要一一确定才安心。我的婢女翠竹语气带着几分艳羡道：“郎君可真疼爱夫人，满京都再找不到第二个如郎君这般年少有为，又知冷知热的男儿了。”话没说完，就被一旁的珍儿拉了拉衣角。他见我脸色难看，猛地住嘴，不敢言语了。我靠在马车上，微微闭目。好郎君这三个字，过去我沾沾自喜，引以为豪，如今再听，却只觉讽刺至极。其实我骗了裴怀，此次来香山，我并非参加杏花宴，而是想去看看那个女人。我站在杏花树下，看向不远处的牌匾，真玉阁，如真似玉。看来裴怀当真在意她。我心脏猛地揪了一下，只觉有千针万刀划过，鲜血淋漓，血肉模糊。而这时，一道熟悉的身影突然敲响了房门，是裴怀。我与他相识数十年，没人比我更熟悉他。接着，一个女人打开了房门，抬头时露出了一张明艳夺目的面容。她浅笑着勾住了裴怀的臂弯，裴怀顺着她的力道走了进去。远远的，我仿佛听到了他轻声唤了一句：“咬娘”，嗓音低沉暗哑，充满了欲望。他因他情动了。等我回到家时，裴怀还没回来。我看向窗外的秋千，才发现藤蔓上的花朵全数枯萎了，繁华不再，只剩疮痍，和我的心一样。这时，裴怀走了进来：“袅袅，今日开不开心？夫君给你带了杏花酒，今夜你尝两口。”他牵着我的手，带我走到石桌前。我乖乖地坐下，目光却停留在他的脖颈上，白皙的皮肤上留下了2点红，像是炫耀，又像是耀武扬威。我抬手轻点在红痕上，指尖冰凉，激起一层鸡皮疙瘩。他笑着要去牵我的手，我却忽然开口：“裴怀，你脖子上是什么？”他一愣，眉眼带着一丝紧张，解释道：“大概是蚊虫叮咬的吧。”我打断了他：“现在是春天。”他又说：“那可能是过敏了。我今天不小心出了一块鱼肉，当时没在意，就没告诉你。”说话时，他单膝跪在我面前，用力地握住我的手，像是在证明自己的可信度。可我再不会信他了。我盯着他弧度优美的眼眸，微微一笑：“裴怀，你说过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也说过永远不会骗我，这些话到如今还算数吗？”他看着我的面孔，仿佛看出了一丝端倪，慌乱的手都颤抖起来，将我拥入怀中，很用力。他在我耳畔一遍遍地说：“袅袅，我爱你，我只爱你。”你看，裴怀从不会说谎的，所以他只说爱我，却不敢回答我的任何一个问题。他骗了我，我知道的，甚至我如今都怀疑他的爱，这么多年的情爱，是不是都是假的呢？我想弄明白。裴怀晨起时，亲吻了我的脸颊，又嘱咐了丫鬟不要惊扰我，才离开。我听着他离开，慢慢起身，走向了他的书房。他对我从不设防，所以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木匣子，梨花木的，上面刻着我的小字：“袅袅”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送给裴怀作为籍贯礼。他那时看着我手上的划痕，心疼得红了眼眶。在我面前，他从不是端方淡漠的裴侯爷，而是会撒娇卖乖的爱哭鬼。袅袅，
这个盒子我都一定会好好珍藏的，放我最喜欢、最珍贵的东西。婚后，我无意查看，却发现里面全是我的画像。他大言不惭说我就是他最珍贵的宝物，我羞得脸红，但心里却是无比欢喜的。但如今，我却看到了另一张画像，女子红衣罗裙，姿容绝艳，而她身边坐着一个小娃娃，像极了儿时的裴怀，左下角还提着4个字：至珍至宝。我心脏一揪，手上下意识地用力，撕拉，竟撕烂了画像的一角。而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嗓音：“袅袅，你怎么在这？”我好像应该将画像扔到他面前，质问他这是谁，但我没有。我沉默地将画像放在了里面，又盖上了盒子，转头走向了他，浅浅地笑了，仿佛像之前一般。我说：“没事，我就是随便看看，看看我放在心上数十年的男人是如何真爱着别的女人。爱就是爱，不爱就是不爱。裴怀如果跟我说他爱上了他的女人，我会伤心也会难过，但是我绝不会痴缠不放。但他不该骗我。”傍晚夜深时，裴怀已熟睡，手还是不自觉地轻拍着我的后背，温柔地安抚着我。我睁开眼，抬手在半空中慢慢勾勒他的棱角，很俊美啊，和过去的裴小郎君明明是一个人啊，但他变了，我知道的。我声音很轻很轻，满是怅然。裴怀，是你跟我说永不负我的，你骗了我。初见裴怀是在我穿越的第2年，我的新手任务只有一个，协助嫡姐封后。我初来乍到，哪怕深受宠爱，却依旧满心惊恐，生怕一不留神暴露身份，就被这个信奉鬼神之说的时代当作妖物活活烧死。父母爱我，但他们更看重姿容绝艳、样样出挑的嫡姐。嫡姐爱我，但她更看重能让她一步登天的权利。所以我处处谨小慎微，能少说就不多说。但在一次桃花宴上，素来与和嫡姐有怨的明小姐多次明嘲暗讽嫡姐不堪太子妃之位，我气不过与她争辩，却被她推下了池塘。那一次，我真以为我要死了，但我没有，是裴怀救了我。他将狐裘披在我身上，3言2语就把那位小姐气得半死。等他走了，他回头看我，微微弯了眼睛：“沈家妹妹，你没事吧？”她笑得好看极了，比桃花还艳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静悄悄地动了一下。他是裴小侯爷，是当今皇后的亲侄子，长相俊美无双，身份贵不可言，京都不知多少女子芳心暗许。我当时不过12岁，情窦初开，喜欢上他也并非怪事，但也只是喜欢罢了。比起裴怀，我更想的是回家，再多的就是想在离开之前多看他几眼罢了。看他与兄长在练武场比试的英姿飒爽，看他与嫡姐侃侃而谈当朝朝政，看他时而皱眉，时而轻笑，但无论那般模样，都是无可否认的好看极了。那日，我迎面撞上了即将离开的裴怀，我连忙致歉，他却抬手扶正了我的发髻，轻笑了2声：“沈二小姐，和你兄姐倒是不同，十分可爱。”我抬头看他，只一眼，我便红了脸。那日阳光正好，却抵不过他眼眸的温度。我扪心自问，真的只是喜欢吗？不是的，我爱上了他。我无法再骗自己。我16岁那年，裴怀上门提亲：“沈二小姐，我心悦你已久，只愿与你长相守不分离，只愿与你相伴左右，白头偕老。你可愿嫁我？”他答应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答应永远爱我疼我。我怎么舍得拒绝呢？所以在嫡姐封后当日，系统问我任务已完成，是否脱离？我拒绝了，1秒都没有犹豫。系统仿佛对我的决定早有预料，只轻叹了一句：“士之耽兮，犹可说也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说也。”当时我只觉得不服，没想到却一语成谶。我并不喜人多纷乱的地方，京都小姐夫人的聚会，我也是能避就避。这儿见我心情烦闷，他已坐稳，便哄着我去方琦酒楼吃心上的菜。
可能真的不凑巧。我临窗而坐，一低头就看到了裴怀。马车珠帘掀起，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率先跳下马车，嘴里喊着“爹爹”。裴怀微笑，将他抱入怀中，丝毫不介意孩子踢脏了他的衣袍。很难想象，这是一个会因为在练武场被哥哥踢脏了衣角，便要沐浴更衣的人。而后一个女子下车，眼神温柔地看着这一幕，父慈子孝，他们才像一家人。而我不过是短暂偷走裴怀的小偷罢了。我的心猛地抽了一下。夫人，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小姐。直到这儿焦急的呼唤，才将我唤回神。我侧目看他，却看到他满脸泪水。小姐，别哭，别哭了，哭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错，我怎么会哭？可我抬手摸了摸脸颊，指尖冰凉。小姐，我们回沈家好不好？我们去告诉老夫人。不，我的拒绝一秒都没有犹豫。嫡姐虽为皇后，却四面楚歌，母亲本就操劳。这个时候再不能因我的事烦心，他身体怎受得了？这是我的事，这是我选择的路，该怎么走下去，我自己决定。我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，眼神怅然。我要想一想，我要好好的想一想。回府后，我派人去调查那个咬娘，我总要弄明白，裴怀为了一个什么样的女子，可以不惜背叛自己的誓言，生生骗了我这么多年。沈家暗卫办事效率很高，不到3日，我便知道了两人的所有情感纠葛。原这女子竟是裴怀的表妹赵瑶。4年前，裴老夫人见我久久未有身孕，便从老家找来了咬娘，趁我进宫与姐姐相聚，又给裴怀下了药，两人便有了夫妻之实。次日，他一觉醒来，本想举剑杀了咬娘，也是裴老夫人苦苦哀求，以死相逼，才让他放下了剑。裴老夫人本想给他一个名分，但裴怀不允，裴老夫人不敢再逼他，只将咬娘安放在了香山。裴怀没有摇头。后来咬娘有了孩子，裴怀待她冷漠，却去看过孩子，1次、2次、3次，直到如今。这儿在一旁说道：“小姐，郎君也是被人暗算。”这话他自己说起来都无比心虚。他久经沙场，连毒都有3分抗性，又怎会中虎狼之药？何况第1次是意外，接下来的3年呢，也全是吗？我轻笑了2声，将信纸放进了火炉，只一瞬，洁白染上了火焰，至于一堆灰烬，只是他也想罢了。可能是想要孩子，可能是那女子的确美丽无双，他顺势而为罢了。裴怀回府时，天色暗了，这数日他都如此，大抵是那女子缠着不愿放他吧，不然身上的女人香也不会愈来愈重。他先是召来了这儿，问询我今日的吃食用度如何。这儿年龄小，藏不住事，态度十分冰冷。他皱眉不悦，但什么都没说，让他离开了。我看着，却只觉得心酸。你看他，下人如此冒犯，他都忍下了火气，只因她是我的陪嫁丫鬟，不愿伤我的体面。夜深时，他仔细地给我涂抹香膏，语气温柔：“袅袅，近日你总有些不开心，明日夫君陪你去香山散散心吧。”我垂眸望着他，烛光落在他脸上，明明暗暗的，他眼睛却澄亮极了，就像这些年无数个傍晚。我靠在怀里，微微闭着眼眸，他轻拍我后背，哄着我般说着白日的事，嗓音低低的。我有时会被他逗笑，直到慢慢睡过去。他轻吻我的脸颊，说一句“我爱你”。我当时只觉得这般的日子不过是寻常，但是那般的寻常却再也回不去了。我想笑一下，却觉得无比疲倦，倦的那颗数千次为他心动的心都缓了下来。不用了，花期已过，杏花也败了，去了也枉然。而这时，休眠已久的系统突然出声：“宿主你好，监测到任务已完成，你可随时脱离。脱离后，这具身体会如何？原体死亡。”闻言，我指尖轻颤，裴怀仿佛察觉到了什么，将我紧紧抱在了怀里。别离开我，袅袅，我爱你。
我素来对裴怀都是心软的，这次却想看一看，如果我死了，裴怀会不会后悔今时今日对我的背叛欺瞒？再度上香山时，是在我怀胎6月时，满座神佛下，我显得格外渺小。我虔诚地跪在地上，磕了3个头：一位孩子，祝他此生喜乐安康；二位沈家，祝家族昌盛欣欣向荣；三位裴怀，祝他长命百岁，岁岁难忘我。走到半道，天突然下起了暴雨，路更加滑，一行人便来到了香山阁避雨。走到门前，我抬头看，真玉阁3字已不在，只剩下冷冰冰的香山阁。不过也不奇怪，真玉都已被裴怀另置安放，真玉阁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？我站在廊前，抬眸看向院中央的桃树，第一次见时，它还没有如今的绿叶繁茂。突然，我目光所在一点红，是一个香包，大概是走得匆忙，被遗漏了。这儿拿给我。我打开香包，里面有一张字条：愿君安康，妾与君长久，同愿。上面的字娟秀，应是咬娘写下，下面的字我很熟悉，是裴怀。我看了许久许久，才慢慢的放了回去，将香包给了珍儿，放好，这些都是将来要还给裴怀的。裴怀啊，裴怀啊，原来真的有人可以对我这么好的同时，盼着和别的女子长长久久。这一刻，我眼睛酸得厉害，却再掉不下一滴泪了，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叹世事无常，叹花开花落。这场雨持续了很久，直至天色昏暗才稍稍停下片刻。这儿已经收拾好房间，打算在此休息一夜，但我却断然拒绝。裴怀和咬娘在此不知道翻云覆雨了多少次，我只要想到，我就恶心的干呕。这地方太脏了。这儿心领意会，心疼地握住我冰凉的手。这儿让人收拾好马车，又点上炉子，生怕我冻着。我靠在狐裘上，眼神愣愣地看着手上的诗经。士之耽兮，犹可说也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说也。及尔偕老，老使我愿。其则有暗，习则有盼。总角之宴，言笑晏晏，信誓旦旦，不思其反，反是不思，亦以焉哉？我轻念出声，一遍遍地读，直到满脸泪水，再说不出话来。我曾经真的确定自己不会变成《诗经》中的悲情女子，但终是难逃此劫。我捂脸痛哭，将哭声掩盖在雨声之下。但我并不是为裴怀伤心，我是为自己难过。携手走不下去，分开又舍不得，哭我进退两难，哭我懦弱胆怯，哭我得到的爱转瞬即逝。而这时，马突然惊叫了一声，一道裹挟着风声的利剑刺透了车窗，与我不过咫尺。这脸色煞白，连忙扶着我下了马车。侍卫们也被突然出现的黑衣人一个个解决，血腥味裹着雨腥味，我下意识干呕，脚步慢了。利剑冲着我直射了过来，我双腿一软，下意识地闭上了眼。嗤！利剑穿透了肉体，鲜血溅到我脸上。我睁眼看去，眼睛猛地一颤。裴怀，他努力勾出安抚的笑容，可下一秒便直挺挺地倒在了我怀里，鲜血从伤口争先恐后地涌出，直至他昏倒的最后一刻。他还在我耳畔低喃：“别怕，袅袅。”他让我别怕，但我怕极了。我怕他活着，他继续伤害我；但我更怕他死了，我永远亏欠他。我恨他，恨他明明不爱我了，还要做出这副深情样子，让我一个人挣扎痛苦，反复的自我怀疑。裴怀，你为什么要舍命救我？我死了，你与你的孩子长长久久，不就好了吗？这不就是你所愿吗？眼泪滑落，一滴滴落在他的肩头。裴怀，我恨死你了，真的恨你。利剑穿胸而过，自然不是小伤，反而在如今是极其凶险的。裴老夫人匆匆赶到，见到裴怀浑身是血，急得眼前发黑，却不忘斥责我不安于事，整天惦记着朝外跑。我无心与他争辩，却在抬头时看到了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女子。赵瑶，
他脸色发白，眼眶发红，正不断地抹着眼泪，比我这个正房妻子还要忧心裴怀的安危。他注意到我的眼神，下意识地缩了缩肩膀，仿佛我是洪涛猛兽。裴夫人注意到这一点，连忙挡在他面前，生怕我伤了他分毫。这是我婚后多年都不曾得到过的待遇。我大概是圣母心作祟，但我其实并不打算为难她。这世间女子本就艰难，何必相互为难？等安顿好裴怀，天已蒙蒙亮。我只觉得小腹微微抽痛，大概是疲劳所致，喝了一碗安胎药，便打算睡一会。而我没想到，裴老夫人竟如此迫不及待，等不到裴怀醒来，就要与我对峙。这是怀儿的表妹，我打算将她给裴怀做个贵妾。我垂着眼，无意识地捏着诗经，见我未表态，她又不耐地说道：“两人情好多年，更是育有一子。你未有子嗣时，怀儿担心你多思，如今你也有了孩子，郑夫人的位置也坐得稳稳当当，总不能让侯门长子一直流落在外，咬娘也不能一直没有名分。”此时我才懂他为何等不及了。他是知道裴怀醒来定不允赵瑶进门，便先逼着我点头，到时赵瑶携子进府，裴怀最好对我心有隔阂，而他也免于母子生怨，一箭三雕啊，真是好计策啊！我放在诗经，语气很轻。好。裴老夫人一愣，连一直未开口的赵瑶也抬起头看我，没料到我竟如此爽快。毕竟我独自霸占了裴怀那么多年。我轻笑了一声，眼神澄亮。我允了，老夫人择日让他进门吧。等裴怀醒来，已经是半月后。他醒来那日，我没去，赵瑶带着裴明南去了，但是很快就被赶了出来。这幸灾乐祸又绘声绘色跟我说：“小姐，你不知道看到他的时候，侯爷脸色难看极了，一把将他推到了地上，让他滚出裴家。大公子哭得喘不上气，侯爷却吼得更大声，只说让小姐你过去。可话没说完，一个人影突然冲了进来，是裴怀，他身上还绑着绷带，让外渗着血，他却丝毫不顾，将我一把拥入怀中，袅袅袅袅，一遍遍地喊着我的名字，又顾及我的孕肚，双手小心翼翼。我没挣扎，轻声道：“裴怀，你在颤抖，你怕什么？”我肩头没半晌变得温热，他在无声地哭，所以声音带着一丝沙哑。我怕你走了，我怕极了。我轻拍他的脑袋，像是安抚：“别怕，我不会走的，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呢。”他一愣，惊喜地抬起头来：“永远吗？我不会说谎的。”所以我只是笑，什么都没说。他眼神瞬间变得暗淡，双手颤抖地握住我的肩头。袅袅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骗你的，是我糊涂。你不糊涂，你很聪明。我看着他，笑意温柔。你知道，我知道赵瑶的存在会伤心，所以你就一直瞒着我。他脸色一变，袅袅，我抬手点在了他的嘴上。这些年里，你大概是因愧疚对我愈发的好，骗得我更心疼你，更因久未有孕而愧疚。在我为了孩子喝一碗绾苦药，扎得整个手臂青紫，你是不是和他缠绵时嗤笑我的愚蠢？你瞒了3年多啊，滴水不漏。你看你多聪明。他抬手想要抱紧我，我没躲。这一次他搂得很紧，像是要把我融进身体里，呼吸蹭着我的耳侧。他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，但我却在他身上嗅到一丝赵瑶身上的甜香。这一刻，我无比清醒地明白，哪怕我和裴怀之间的距离近在咫尺，但各自的心早就变了。他非他，我非我，这世间再无我们。我靠他的肩头，语气很轻，却坚定极了。不用对不起，这本是我自己选的路，是我爱错了人，信错了人。我是天下最蠢、最糊涂的人，我认输了。裴怀，我们和离吧。那日裴怀落荒而逃，但逃又有什么用？事实已定，我闭院不出，偶尔走走，也只是在院子里走几步。这日
突然听到正院倒是热闹的唢呐声，我才想起今日裴怀并未偷偷来看我，原来是赵瑶要进门了。刚开始，裴怀自然是不愿的，哪怕裴老夫人再三寻死觅活也无用。但是一日夜里，赵瑶竟上了吊，等救下来人已经奄奄一息了。裴明南更是在裴怀书房前久跪不起。裴怀对谁心都是硬的，但是对裴明南这个孩子却是软的，所以他妥协了。其实我也并不意外他的选择。今日婚宴，他没请我去，请了我也不会去。我不愿见他，更不愿受赵瑶的妾室礼。但我实在没想到，赵瑶会主动找上门来。夫人，妾已有孕4月，老夫人说待妾产子，便生妾身为平妻。她穿金戴银，眉眼得意，再无之前的怯懦柔顺，这大概是她的真面目。也是一个能勾住裴怀的女人，怎么会真的是心思单纯的小白兔呢？我看着她，并未接她的话，她又继续问道：“夫人意下如何？这是你们裴家的事，要问去问裴怀。”我语气淡淡，喝了一口热茶，该不是裴怀不允，才求到我这吧？此话像是戳穿了他虚假的得意，他面目微微狰狞：“你到底给侯爷说了什么？他虽娶了我，却迟迟不肯碰我，哪怕我有孕，他也没有半分喜色。是不是你在背后搞鬼？神鸟，你以为你罢了他的人，就能站住他的心吗？我告诉你，侯爷。”话音未落，我抬手一个巴掌落在了他脸上，他被打懵了。你打我？而与此同时，裴怀慢慢走了进来，赵瑶猛地收起了愤怒，眼眶发红，泫然若气地扑向了他。侯爷，妾身不知哪里惹了夫人，竟惹得夫人对妾身动手。裴怀却看都不看他一眼，痴痴地看着我。他打你，你就受着，这是你该的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垂下了头。是，我隔着赵瑶与裴怀遥遥相望，但再无心计，唯余满心失望。那日之后，我发现裴怀对赵瑶不过寻常，甚至有些冷淡，但我已分不清他是不是又在做戏。我也懒得思考这些事情，这儿见我每日倦懒，便哄着我走远些，不一会就走到了池塘。这时，裴明南突然冲到了我面前，我猛地一惊，差点摔倒在地。见我被这扶住，裴明南面露失望，却呲着牙恨声说道：“我个坏女人，欺负我阿娘，抢走我阿爹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一定不得好死。”此话宛如一个炸弹，在我脑海轰然爆炸。没有人敢在一个母亲面前诅咒她的孩子。我气血上涌，失去了理智，只想让这个人死。袅袅，你在干什么？直到被裴怀猛地拉开，我才回过神来。裴明南脖颈上是10指泪痕，泛着青紫，是我的掐的。我浑身颤抖，眼神仓皇地看着裴怀。裴怀，他说他诅咒我的孩子。裴明南趴在裴怀怀里，轻声啜泣：“爹爹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和夫人说几句话，他就要掐死我，我好怕啊！”说这话，他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嗓子沙哑，可怜至极。裴怀心疼地轻拍他的后背，转头看我，却是满目失望。袅袅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但是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下死手呢？你何时变得如此狠毒？此时此刻，艳阳高照，我却只觉得冷，从心脏透出的冷弥漫带到了身体的每个角落。你不信我，裴怀，你不信我。裴怀却撇过头不看我，声音冷极了。这些年，我的确信守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，只守着你一个人。但我已经20有5，你9未有孕，我又是侯门嫡子，总要有子嗣才可让家族安心。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？裴怀，这些话你藏在心里多久了？我凄然一笑，我竟不知，原来你是这么想的，你是这么想我的啊！原来是这样，原来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，是我会错了意，看错了人。我颤抖着双手，浑浑噩噩地往回走去，身后裴怀大概是意识到我的不对劲，想要追上来。袅袅，对不起，我一时情急说错了话。可下一秒就被赵瑶喊住了：“侯爷，你快看看哪儿吧，
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裴明南，终是停下了脚步，抱起了裴明南。那日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出过门。我将自己困在屋子里，一遍遍地看着《诗经》，一遍遍地凌迟着我的心，直到他对裴怀最后一丝爱意消泯。我不甘心地问道：“系统，孩子真的没办法带走吗？”系统声音冷冰冰，再次重申：“他是这世界之物，带不走，移除不了。”好，这也是我迟迟没有和裴怀撕破脸的理由。我离开了，我的孩子却要留在这里，他要独自面对接下来的一切，而我要做的就是临走前将他的一生安排妥当。我给狄姐写了一封信，嘱咐她在我离开后将孩子带进宫抚养。我不放心裴怀，我只放心狄姐，她向来聪明有胆识，孩子跟着她能学得很多。然后便是裴怀，我将当初捡到的红色香包和我新做的香包都给了这儿。我的香包上绣着一只孤零零的鸳鸯，以及我的小字，里面有一封我写给裴怀的信，很简单，但足以。我安排好了一切，嘱咐这儿，等我死后，一定要亲手交给裴怀。这儿哭得稀里哗啦，抱着我的腿，只知道点头。我轻抚他的脑袋，柔声安抚：“傻孩子，哭什么？你家小姐是要过好日子去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”他抬头看我，眼睛亮极了：“小姐这是受苦了，下辈子要过得好。”我一愣，这一世我吃苦了吗？好像并没有。我穿越而来，虽日日担惊受怕，但却被教养到大。儿时有父母兄姐为我撑起一片天，婚后有裴怀为我撑起了天。我爱上他，依赖他，仿佛真的成为了一个古代的娇小姐。但我比谁都清楚，我不是。我有满脑子的新奇想法，我会酿酒炼剑，我能画出更华丽的簪子，会设计出更漂亮的衣裙，但我一个都不敢展示。我是世家女，我代表的不是我，而是沈家。我的一举一动代表着父母兄姐的尊贵体面，所以我什么都不做。我有时会想，如果我真生于这个时代就好了，那样的话，裴怀那妾便那好了，我会尽到正妻的宽容大度。但我不是，我也做不到和别的女人分享丈夫。我只要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他最初做得到，我便留下爱他；他如今做不到，我便离开。只不过我的离开绝不能无声无息，我要送给裴怀一件礼物，一件以我的死亡作为末尾的血色礼物。我相信他会终生难忘的。再次见到裴怀已经我怀胎8月时，期间几个月，我从不与他见面。我知道他每日都会在不远处看我，但我并不理会他。可这日，我却主动走上前去，他欣喜若狂，跟我说了许多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很少回应。最后他说他要出征了，大概1个月后回来。我抬头轻问：“我生产那日，你能赶回来吗？”他毫不犹豫地点头：“会的，我肯定会回来的。”我微微一笑，他看得晃了神，上前握住了我的手，声音带着一丝哽咽：“袅袅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但是我真的爱你too。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？我只守着你。”我看了他许久，看得他有些心虚的想要转移话题时，我却点了点头：“好。”他满目惊喜，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我的肚子，看看我又看看我，仿佛要把我刻在脑海里，等着士兵前来催促，他才万分不舍地离开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突然叫住了他：“裴郎，你早点回来。”那一刻，我的笑容温柔极了，仿佛回到了我初嫁他时的天真模样。所以只一瞬，他便红了眼眶，重重点头：“袅袅，你等我。”但裴怀没想到，那是他最后一次见袅袅。他在外征战，打得敌军节节败退，百姓封他为战神，他却时常看着一个荷包发愣。“袅袅，等我。”他凑在唇边温柔亲吻，眼神缱绻，仿佛神鸟就在眼前。突然这时，身后营帐被人掀开，一个士兵冲了进来，举着信封，双手颤抖得厉害：“侯爷，侯夫人产子时血崩，小公子无恙。但侯夫人……”裴怀脸色巨变，声音带着颤音：“
你敢咒袅袅，我要杀了你！”说着就要举剑砍下，但士兵却只磕头，磕得额头血红，却不改口。侯夫人真的病危了。侯爷，裴怀的剑猛地掉在了地上，砰的一声脆响。袅袅，他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，便发疯般地冲了出去。3日3夜，他没有休息片刻，累死了6匹马，终于赶到了京都侯府。但一切都晚了。侯府白绫挂起，白色灯笼一盏盏，刺得他眼睛生疼。他不信，他绝不信袅袅会弃他而去。袅袅，袅袅，他不甘心地大喊着心爱之人的名字，期盼着一个粉衣娇俏的女子挂着笑出来迎他。裴郎，怎么才回来啊？但是他等了许久，袅袅都没有出来，他定然还在生他的气。没关系，他去找他就好了。袅袅答应他了，等他回来就不生气了，好好跟他过日子的。他已经知道错了，他日后会有大把的时间一点点地弥补袅袅。裴怀踏进正屋，一眼便看到了躺在床上的袅袅。袅袅，我回来了。他欢喜地走到床前，伸手握住了她的手，却冰冷彻骨。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了，他再也无法骗自己，袅袅真的死了。他只觉一颗心像是被活生生挖了去，只留下一个血肉模糊的洞。袅袅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回来陪你了。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你是天底下最善良最美丽的女子，我怎么会骂你狠毒呢？你打我好不好？他喉咙一阵腥甜，猛地吐出一口鲜血，一滴滴溅到了袅袅的身上，血是温热的，但却暖不热袅袅。侯爷，侯爷节哀，夫人已经去了。赵瑶扑上前，哭得泪眼婆娑，可话没说完，却被裴怀一脚踹在了心口。他疼得眼前发黑，却被裴怀捏住了下巴。他死了，你是不是很开心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就能取而代之？他目光森然，嘴角带血，仿佛夺人性命的阎王。赵瑶被吓得脸色发白，只敢摇头，妾身绝无此心啊！滚！他怒吼一声，恶狠狠地刮过所有人，都滚出去。裴明南连忙扶起浑身发软的赵瑶，逃也似的离开了。那日之后，裴怀不吃不喝，不眠不休地守在神鸟宾馆旁。裴老夫人去劝，裴明南去劝，都没用，甚至他拿起刀砍伤了2人。这是你们欠袅袅的，你们欠的。看着2人落荒而逃的背影，他形状疯魔，仰天大笑，然后扑在了冰棺之上，看着其中的袅袅，他又突然落下泪来，往事一点一滴地浮现在他眼前。袅袅笑容温柔地望着他，眼神柔软极了，仿佛回到了最初。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，裴郎，早日回来。明明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他们就可以长相厮守了。为什么上天要如此惩罚他？就算要惩罚，也是他的错，是他的不忠，是他的背叛，是他的欺骗。为什么要夺走袅袅的命啊？袅袅啊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他嗓音凄然沙哑，下一秒仿佛就要呕出血来。可晚了，一切都晚了，再也没人会心疼他的伤。他嬉皮笑脸地闹他，他羞红了脸，娇嗔地骂他登徒子，再无人为他深夜留灯。他没家了，婚后的第6年，他裴怀再也没有家了。侯夫人的官迟迟不下葬，朝堂上议论纷纷，但谁也不敢去劝疯魔的裴怀。还是皇后遣人去跟裴怀说了一句话：“你连袅袅死都不肯放过他吗？”裴怀僵化的眼珠动了动，落下了2行泪。而这夜，神鸟的丫鬟真儿找上了裴怀，给了那2个荷包。真儿眼神冰冷，一个是夫人去珍宝阁时在树上捡到的，一个是夫人临终前绣的。珍宝阁，裴怀愣了一下，随即意识到什么，脸色猛地煞白。袅袅吱吱泪流满面，却咬牙切齿地恨声道：“对，小姐早早就知道你养了外室，是你的好咬娘派人送的信，小姐什么都知道，但她念着你们的感情，什么都没说，一个字都没说。”说完，她一个字也说不出，扭头离开了。裴怀看着手里的2个荷包，
猛地将红色荷包打开，一张字条露了出来：“只愿君安康，妾与君长久，同愿。”这是他的字迹，但是他从未写过这种东西。但即使是假的又如何？背叛是真的，欺瞒也是真的。他又颤抖着手，打开了另一个荷包，里面也有一张字条：“此生已惘然，一步错步步错，你我难逃兰因絮果。兰因絮果，裴怀，自始至终让我伤心的人，只有你啊！我才是这天底下最蠢、最笨、最糊涂的人啊！你不信我，你不信我啊！原来你竟是这么想的。”袅袅绝望空洞的泪水，迟到似的，如今才落在他的心里，每一颗都沉甸甸的。这一刻，巨大的悔恨扑涌而至，将他死死地裹在其中，无法挣扎，无法挣脱，只能一次次地受着悲痛悔恨的蚕食，直至死亡。次日，棺木下葬，裴怀在众目睽睽之下抱着棺木又哭又笑，在场的人都明白，裴怀彻底疯了。因为夫人的离去，在战场面不改色的战神疯了，在宫里的沈后接走了小侄子亲封不足月的裴家幼子为侯爵，彻底断了赵瑶母子的念想。裴怀清醒时写下了休书，将赵瑶休弃。裴明南长跪不起，却被裴怀持剑砍伤，他杀红了眼，无论是谁来拦都没用。裴明南再不敢出现在他面前。逐渐的，侯府人走楼空，裴夫人带着赵瑶母亲回了偏僻老家，不敢露面，大抵是潦倒此生。往日繁华的侯府颓然不起，只剩下为一个丫鬟这儿迟迟不肯离开。旁人问起，他眼眸泛着凶光：“我想看着他死，他死了我就走。”他恨毒了裴怀。沈鸟离世半年后，这儿照常去正屋洒扫。小姐虽不在了，但是他的东西都还在，他不能让那些东西积了灰。可是走到柳树下，却看到石桌上趴着一个人影。他走近一看，是裴怀。要喝酒就去别处喝，别在这惊扰小姐。可话说到一半，他察觉到一丝端倪，此处只有他一个人呼吸声。他一愣，抬手探向了裴怀的鼻下，没有呼吸了。他死了，裴怀终于死了。这儿并不觉得恐惧，反而欣喜万分。这个害了他小姐郁郁寡欢的男人终于死了，也不枉他日日给他下毒。哪怕他睡了，他也会他点上熏香，让他即使在梦里都得不到片刻的安宁。他就是要让裴怀每日每刻都活在恐惧之中，才不枉小姐错爱他一场。他仰天大笑，将眼角的泪擦去。恍惚间，他好像看到了少女时的小姐，她的脸带着几分婴儿肥，穿着他从未见过的新奇衣服，笑容灿烂如阳，声音又娇又嫩：“这儿，我如今很幸福，你也该去过自己的生活了，天天开心哦。”“好，小姐，那我祝你永生永世都喜乐安康。”